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成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川普在台湾时间今天早上的10点钟。发表了他的国情咨文演说，并且狂飙了108分钟，破了历史记录哦。那他上演了马拉松，像这样子的一个演说。他说啊，美国现在进入了黄金时代。我们来听听看。Our nation is back, bigger, better, richer, and stronger than ever before.You've seen nothing yet. We're going to do better and better and better. This is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And our enemies are scared. Our military and police are stacked. And America is respected again, perhaps like never before. 好，这个108分钟的演说，我们看到川普非常反常的全程看稿哦，并且他说自己做了多好，做得多棒。他说他收了关税，提振了美股，像是道琼提前涨破了5万点，我们国家的经济正以空前的姿态蓬勃腾飞哦，并且讲了非常多他自己的政策非常的好。可是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CNN 很快的他去试算，他说你川普说谎，给他打脸哦。他说税率100才有可能像你川普讲的用关税收入取代所得税哦。我们先来看看哦，美国的联邦政府上个财政年度哦，所得税的征收是2.6兆哦，他们收了很多的所得税哦，美国很多有钱人。可是同一时期的关税收入只有1950亿呀，随随便便一看就差很多，差13倍。哦，所以你根本就是在说谎嘛。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哦，美联社就讲说，近70%的美国人认为国家的发展方向不对，就是给你川普打了一个这个问号，甚至是一个 no 这个反对票。60%的美国人认为79岁的川普越老越失控，共和党的支持者他的支持度都下滑了，只有不到50%，只有45%的人认为川普头脑敏锐，而且能够应对挑战。其实这个我们看到呢，2023年这个很多人都还认为川普的这个脑子很好，虽然年纪有点大，可是呢他的判断力不错所以现在美国人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对川普不信任了，觉得你把国家带领到错的方向去。而另外这个关税受挫，川普已经被判定违法了嘛，被大法官判定违宪。这个整个事件呢，中国是最大的赢家哦。那川普呢要去北京做访问哦，这件事情像是关税的筹码已经没有了哦，北京的筹码大增，反攻谈判桌哦。所以包括《华尔街日报》都这样报道，说美国最高法院其实拆解了川普的贸易战略的核心支柱，所以呢，大家都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波变化里面呢，可以说是最大的受益者。川普已经敲锣打鼓说他313要访问中国大陆，可是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的回应。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被问到这一题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个正面的回应。他们的回应千篇一律，说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讯息。所以这个计划有变吗？我们也看到包括122条的这个条款征收关税这件事情这个是川普寄出来的一个反制的武器。中国大陆又有一个应对的方式，他说会视情况来适时调整反制的措施，而美中现在还是继续斗肯定要斗，因为这个竞合的这个关系会一直缠斗下去。如果要维持稳定的关系，美国国务院次卿是说，这个美国国务院次卿说，但川普政府不信任中国。一方面，我们想要他们这2个国家想要维持一定的关系，可是川普说，这个中国大陆他没有办法信任。可是呢，像是辉达其实黄仁勋蛮痛苦的他想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不是前一阵子川普有允许 H200去销往中国大陆，可是目前为零，中国大陆不买所以这个你让他放行也是白搭。而另外，美国它有一招策略说是叫五角大厦 AI 制定矿物参考价，他就是认为中国大陆的这个价格太低所以他要来主导这个市场在这个稀土的主导地位，美国要拿回来。而另外这个像是我们看到大疆，应该是现在全世界这个无人机的龙头，他就提告了 FCC， 这是联邦的通讯委员会因为联邦通讯委员会
把大疆列入黑名单。他说你们何必？这个没有法律依据啊，你凭什么把我列入黑名单？你这是违宪。来，川普的民调支持度一直往下落啊，这已经不只是说这个民主党就是反对党的人讨厌他，事实上中间选民讨厌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他的 MAGA 已经有一部分的人已经离开了，所以他才会造成了60%以上的民众对于川普是持反对态度的，甚至高达6%认为他的施政的情况并不理想，70%的民众已经到70%了，70%的民众说我不信任川普，这代表什么？川普这1年以来，他失去了整个大部分美国人的支持，所以他剩下的只剩下他的那种 MAGA 的核心分子，也就是最铁粉的还支持他。当然，如果说今天共和党的人有谁跟川普唱反调的话，他也别想选了。为什么？因为川普的支持者，他可以让你不当选，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你当选。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一个门槛，也就是说，他必须要有这个川粉来支持他，垫好他的基础，再往上叠加。所以目前来讲，共和党的人说要大部分的倒戈离开川普，我想这个也太不切实际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川普目前来看的话，他的期中选举如果调一个院，例如说参议院或者众议院，如果他调一个院，他就已经开始准备要破压了，而且他很有可能会面对弹劾。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目前来讲，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他的对等关税是违宪，所以他很有可能，川普未来会面临很多的弹劾，包括 ICE 他们的这种过度执法都有可能会被弹劾。我想，这个川普他心里面都急，他也知道，那他的整个演说空洞无物，拉拉杂杂太长了。但是问题就在于讲的都是口号，可是美国的民众并没有买单。我觉得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美国的社会、美国的政治已经彻底撕裂了，跟我们台湾一样，就是颜色整个撕开了。你看，在过去美国的总统到国会去做这种质问的时候这个再怎么样，两党的人都还会尊重他是国家领袖，但现在没有你共和党的支持你的，我民主党我走，所以有一部分的民主党离开，有一部分因为他在外面搞个野台戏，跟我们台湾很像那有一部分的人坐在那里也不站起来，那么更一大部分的人他就完全不鼓掌，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事实上特朗普在演说的时候也是气得不得了常常中断就骂一下民主党，常常中断就骂一下民主党，这个并不是很良好我们来看一下川普，他急急忙忙的一直想到大陆去，但是到目前为止大陆都能回应，原因在哪里？不是朋友。如果是中国大陆的朋友，大陆会比较早就宣布说，哪一位领导人要到中国大陆来访问，因为中国大陆邀请他们要来。但是如果不是朋友的话，通常都在要临行前的几天或是前一天才有可能公布。你看德国的总理其实就很明显了，因为德国的总理现在的德国政府已经第3届跟中国大陆搞的关系很差的第3届，之前梅克尔的时候跟大陆的关系很好，那么从梅克尔下台以后，这第3届的政府跟中国的大陆关系都搞不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届的第3届的政府，你看他要到中国大陆来的前2天，大陆才宣布，那之前德国放出信息说要去4天，结果最后是2天，那另外2天的行程等于是没有了，急得不得了因为今天到北京，明天到杭州就要离开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录影的时间为止，他跟哪一位领导人见面的讯息没有，谈了什么没有，这代表什么？代表我觉得德国对中国大陆对德国来说已经不信任了，我觉得这是德国3届政府把他跟长期以来跟中国大陆好的关系都破坏掉了。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国的国务卿说，美国的总统或是美国他们不信任中国。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中国什么时候相信过美国？从拜登时代，中国已经多少次的说你不要说一套做一套，然后甚至公开的面对拜登也说你不要说一套做一套。那所以也就是大陆对美国也不信任，所以这2大国彼此之间都不信任。坦白说，以现在的情况，
美国的盟国，美国的盟国有哪一个国家信任美国？是，更不要讲说你美国信任谁了。来，斌哥，川普他这一次这个国情咨文，从头到尾就是我们赢定了，我们赢麻了，我们赢太多，赢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讲来讲去就是这些东西。但是问题是，你每次讲这种自吹自擂的话，除了你背后这几个你的幕僚、你的这一班团队之外，你看美国民众有多少人相信这件事？因为生活就在他们眼前发生了，他们眼前的生活就并没有过得比较好，而且大家不会觉得他讲那个这是美国经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刻，不会觉得有点耳熟，好像某人也常这样讲，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表示当他已经没辙的时候，就会讲这些自欺欺人，然后也希望你被洗脑相信的话。那但是问题是，他现在还是美国总统，你还是换不掉。那接下来川普要怎么出招？我个人是认为，川普大概慢慢知道他的很多东西，他必须要做修正，他不修正大概走不下去。因为今年期中选举对他来讲非常重要，期中选举过不了，他大概就接下来就是一路就是被人家追着打。所以我认为他慢慢会转变一些政策，而且他现在急于获得一个眼前的胜利来 cover 掉现在的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伊朗现在这边战云密布，然后他也积极想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的原因。可是问题是，他又举棋不定，因为看起来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你也不见得真的能够拿到你想要的这个胜利。所以我觉得他也一直在这个不断的思考。我个人是认为，他虽然看起来整个行为是有点失控，实际上他脑袋清楚得很，因为至少他上任以来到现在，他的家族已经赚了200亿美金都不止了。他一直不断的在为他的家族跟他的旅游他的川友友在赚钱，可是现在面临到这种关头，是他要发挥他更大能耐的时候。那中国大陆这之行显然是重中之重，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到现在咬死不放，还是没有说，3月31号到现在已经剩1个多月出头而已，这么短的时间，中国大陆还是不肯证实。显然，中国大陆还在看你川普到底是不是还有新的招要出，因为过去已经好几次，你如果一早就跟川普做了某种承诺，刚刚赖老师讲的全世界现在最不被信任的应该就川普吧，因为没有人知道你这1分钟讲的话跟下1分钟是不是一样，你的承诺到底算不算数，没有人知道。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还在观察你川普到底定性了没有，你不要我到时候宣布说你3月31号会来，然后你马上又去讲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个是中国大陆最害怕的东西，所以他一定要等到一切确认的时候，他不见兔子不撒鹰哦。那导致我觉得美中之间的这种竞争关系，美国现在想尽方法拿出各种法宝，想要去卡中国大陆。实际上 H200这个东西，它刚放的时候，中国大陆那边确实有一些这个公司产业，他们会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也来用 H200？所以去跟老共那边去做登记，他们也要去买这个晶片，就现在是美国自己有把它卡住，不让它出来。那我们早就讲过了，其实美国用这种方式，只是逼使中国大陆的晶片更加强迫快速升级而已。这个对美国一定是有好处的吗？然后他们现在对这些矿产原物料又要来做定价机制，会不会又有点耳熟？那个时候俄乌战争初期的时候，美国跟欧洲不是说我们现在要规定俄罗斯原油在全世界上卖的价格，结果呢？就俄罗斯原油到现在还是在卖，你拿它有什么辙吗？是，所以我觉得美国这种单方面一厢情愿的想法，恐怕解决不了眼前的问题。来请教将军。我觉得今天看这个川普的国情咨文可以说是美国的一场政治秀，而且等于说，如果说你把它展开来看，你会觉得像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一场擂台比赛，一场政治在舞台上面的一场秀。一边整个川普演讲的过程之中，共和党这边就起立鼓掌，民主党那边就是这个嘘声跟这个道喝彩然后看得出来，美国整个国会如果说连一个总统的国情咨文都搞成这个样子，那你说美国不分裂，什么叫做分裂？当然现在美国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川普当然有
70%的美国人认为说他的发展方向不对，而且认为川普失控。我觉得更可怕的是川普用人的关系哦。你看他现在做了很多事情，连我们这个远在台湾，我们都觉得说匪夷所思。你关税怎么会这样征？哦，这个美国大法官已经6-3的这种比数打脸你了，但你还不肯服输，你还继续要说这个我征10%，再继续加码到15%哈，把美国自己的盟友全部得罪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倒不见得是川普自己本人刚愎自用，而是他周边的这些拍马屁的人哈，一直都在拱他说，哎，你做得很好，吾皇万岁，吾皇英明，所以让他一直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现在看不就是正是如此吗？那我们举个例子，你用的都是身边的自己这些人，然后这些人都不能给你一个提供证言，包括到我们讲的他，包括他国务卿啊或者副总统啊，都是甚至于这财务方面来讲的话，不管是财政部长，或者是贝克鲁特等等这些贝森特这些人，都是一些马屁精哈，尤其是让人家匪夷所思的。你怎么会这么重要一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哈，跟美国跟这个俄乌之间的谈判，你居然用了同一组人？这组人都是什么？这2个都是房地产商嘛，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地产商的好朋友这个威克特夫，另外一个是他女士库许纳。上午去，这同样都是在日内瓦，上午去谈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的谈判，下午就去谈美伊之间的谈判。难道你美国这么广大的这么多人口来讲的话，你就这2个人可以代表你谈判吗？当然，我们看到川普这次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还没去之前他已经放话了。他要求的规格都已经讲出来了，比如说我们前2天听到这个川普讲的，我到这个中国大陆去的话，他要有红地毯来迎接他，他要有仪仗队来迎接他，而且他讲了要跟上次一样，仪仗队身高都误差不能到差0.3公分，都要一样高，这个头上的那种平这个身高的同样的程度，在头上可以打撞球，要到这么平，他已经讲过这种话，但是我们看到中国这时候反而很低调，没有任何声张。如果说以美国总统到中国去访问，全世界都认为是一件大事，因为他们自己讲了嘛，这2个基础的国家元首要见面，一定是大事。那为什么中国这时候那么低调？我认为包括2个原因啊，第一个可能是不是这个对台军售的问题还没有谈拢，那第2个当然是这个关税贸易，这个大法官打脸美国之后，中国利用这机会，他可以好好的跟美国再谈一谈，我还要不要买那么多的黄豆，我还要不要买那么多的天然气？当然这时候对中国是非常有利的，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不需要讲太多哈，他可以跟现在反过来变成中国可以跟美国大大的开口要价，要很多东西。那让我们比较担心的要的部分里面，如果中国跟美国要的东西，是不是包括我们台湾的这种相关的这种安全部分也会被美国川普所出卖？这是值得我们台湾特别关心的。所以这次我觉得川普跟习近平2个在这个北京见面了，我们台湾要特别当心注意，因为从还没开始见面，我们已经看出来川普已经站在这不利的已经站在不利的态势，只有他开口跟人家叫，就人家根本就连话都没有讲。那后续中国会跟川普这个开出什么条件，真的有我们要特别提高警觉，跟特别小心。是德国总理梅尔茨他此刻已经抵达了中国大陆的北京。不过他在出发前往中国之前，他讲了一番话，我们来听听看。Konkurrenz belebt das Geschäft, Wettbewerb ist gesund, solange er fair ist. China und Deutschland haben positive Erfahrungen. Wir wollen auch diskutieren, wie wir Abhilfe schaffen, zum Beispiel wo Überkapazitäten entstanden sind, wo es Ausfuhrbeschränkungen gibt, wo es Zugangsrestriktionen im Wettbewerb gibt, die den Wettbewerb verzerren und verhindern. Wir wollen das Potenzial unserer Partnerschaft ausschöpfen und nicht verkleinern. 好，您可以看到德国总理梅尔茨在动身之前呢，也说了这一番话。很快的，他抵达了中国大陆哦。那你看到他飞机落地这一刻，机舱的门打开，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一幕哦。铺着红地毯的这个楼梯哦，你看到梅尔茨是用小快步哦，非常有点小跑步这样的方式来下楼梯哦。那这个话题也很快的登上了百度热搜。中国大陆的网友也在这个讨论，为什么他这么急着下这个楼梯，这个铺着红地毯的楼梯。不过我们可以从身体语言来解析这一切哦。
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前 FBI 的反情报探员，他叫做乔纳瓦罗，他写了这一本书哦，讲的就是身体语言哦，就是 FBI 教你读心术哦，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热卖。他说，小跑步如果还有脚的动作呢，是最诚实的信号。你可能脸部的表情啊，会有一些假装啊，你会虽然你心里不高兴，你还在笑，可是你的脚不会背叛你哦。他讲哦，人类的演化史哦，是大脑边缘系统在面部表情上学会了伪装。我刚刚讲的社交性的微笑，可是脚的控制力就不一样了。所以脚部的动作比面部更可以反映真实的情绪状态。如果说一个人朝向某一个人或某个目标小跑步，就像梅尔兹这样子通常它显示他有兴趣很高或者是对某一个人事物感到很兴奋所以大脑下达这个趋向的有氧动作指令所以外界啊、网友啊都在讨论说梅尔茨他可能是急于奔向中国大陆，他可能有一些这个急于达到的目的所以看起来是蛮热情的。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市场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放弃。所以你看到他抵达北京之后呢，他这个随行的这些企业代表啦、经贸代表啦，是一坨拉鼓啦。包括有哪一些呢？宾士、宝马、大众汽车、西门子、艾迪达、拜耳制药、汉高、DHL、德国商业银行等等这个名单真的是一大串他们都去参观啊，以及可能寻找一些商机所以你看到包括随行的宝马集团的董事长齐普策，他说中国大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市场它是市场，而且呢，它现在呢也变成了这个产业技术变革的创新热土因为他们自己也造汽车嘛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包括它的扎根啊、深耕中国啊，他也讲了未来可能有很多合作的机会。而另外，他明天会跑去杭州拜访宇树科技。其实宇树科技真的是异军突起，因为它才创立10年而已可是在国际间，在 AI 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呢，很多人都在研究它。所以梅尔茨这一次所有的行程安排里面呢，也有人认为最出乎意料、最耐人寻味的就是拜访宇树科技。因为过去大家知道德国是一个100年工艺大国，它很会做一些这个工业的各种的成品。可是观众朋友，你看到宇树它的成长轨迹浓缩的故事，恐怕会让德国非常的不安。我们先来看看宇树他发表最新的机器人狗机器狗因为它是4肢着地的这个机器狗这是第4款。那在影片里头你也可以看到呢，它挑战了多种复杂的路况，还有恶劣的天气，在一些河沟啊、雪地啊、丛林啊各种的这个气候、各种的地形，它都可以自由的穿行所以外界也说，像是这样的机器狗可能可以在工业上用，可是更多的恐怕是在军事的用途。梅尔茨去拜访宇树科技某种程度也代表了德国他们现在想要发展的方向，或者是他们想要借鉴的一个方向。来请教老师。我们刚刚在上一节的时候，我们有谈到，就是说德国的这3届政府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很糟那梅尔茨刚上来的时候，也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得不好，甚至他的外交部部长还批评中国大陆，最后被取消到大陆去访华，然后搞了半天他花了很多不知道付出多少的努力，终于能够跟这个王毅通上电话，最后还能够到大陆来访问，帮这个梅尔茨铺路。但是问题就是梅尔茨要到中国大陆前3天又讲了一些其实会刺痛中国大陆的话。为什么？因为德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国家，相对于中国来讲，虽然它目前的经济体排名第3，但是问题就是这个排名第3跟第2的经济体，坦白说差太远了，大概就1/4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实力而已，所以已经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弱的，相对于中国跟美国来说，德国已经是算很弱的一个国家了。这么弱的一个国家，然后还放言高论，例如说我要去中国大陆跟他谈人权的问题。所以王毅在前几天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里面，他直接就讲了，这西方霸权国家不要去披着人权的外衣在那边，你们搞的都是破坏人权的事，你先解决你国内的，这是我说的你先解决你国内的500-600万的这些穆斯林受到歧视的情况，你再来跟中国大陆谈人权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又讲错了就是自以为是一个教师爷
那第二个，他又谈到说南海的问题，中国大陆当然很明显的就是说，你这是域外国家，连美国都管不了你，德国你的舰队要从大西洋彼岸跑到南海里面来介入，接着他又谈南海的，谈台湾海峡的问题，台湾的问题，这个对大陆来讲的话，这是中国的内政的问题啊，两岸的问题不归你管，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Merz 还没来之前已经给自己闯祸了，后来他自己也知道闯祸了。要临行前的时候，又祝中国新年快乐，大家开心 happy。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口头的东西，坦白说，我觉得并不能够改善他跟中国的关系，所以他内部里面的压力大，牵制住他。他外面他也想展现他是有能力的鹰派的一个欧洲的领袖，但问题就在于没有这个分量就没有这个分量，就不要硬撑了。好，您刚刚谈到了 FBI。的前干员他们的分析是认为说他小跑步代表他急迫的赶到中国来的时候很兴奋。其实我也看过有一个人小跑步拜登拜登在见习近平的时候也一个小跑步一个80几岁的老人家小跑步兴奋的不得了。但问题就在于兴奋完了以后这个拜登有没有改善跟中国的关系？没有。所以，当你Merz你兴奋完了以后，你能不能有效的改善跟中国的关系？这点我觉得我们看看美国的前车之鉴。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你又要说一套做一套，或者是你来中国大陆是要来吵架的，坦白说，那基本上来讲，就跟你前任的这个外交部部长一样，都是来吵架的话，那就请回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效果并不大那语速科技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语速科技有发生过一个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就发生在印度。印度这次举办的 AI 的年会，有一个大学，它展现说这是我们大学的机器狗，结果被眼尖的人一看说不对，这是语速的机器狗，这不是你的机器狗。后来被拆穿了以后，他就说我们又没有说这是我们的机器狗，可是明明你在街上是有人直接录影下来说，你就说是你的机器狗，然后就说我们只是跟中国大陆买来，我们来做研究用的，这代表什么？代表事实上想鱼目混珠，然后被人家拆穿了。可是问题是在语速科技的进步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尤其您看到机器狗的这个演化的速度，也真的是很惊人。我们之前看到了，它确实，它不只可以用在军事上作战、运输。您刚刚看到了，它背这么重的东西，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到山上去爬山的时候，我们人类可以不用再背那么重大的这些行李，它可以减轻你的重量。我个人觉得它的商业应用价值确实很高，军事的价值也不可以忽视。是过去我们看到很多挑夫有没有？古时候就挑了很重的东西上山，他们都可以做。现在也有，对，以后可能都由机器狗来替代，或是机器驴子。机器驴子来，彬哥，我觉得德国梅尔茨，我是觉得他的成就恐怕会很有限。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讲话翻来覆去，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一开始都说我跟中国绝对不能脱钩，中国这个市场多重要，然后噼啪讲完之后，可是呢，中国的人权问题呢，中国的怎么就来了，就永远都是这样。我不知道这个是要显示说他自己内心的平衡呢，还是觉得说他不甘心，就是改变他的政策，所以不得已要去这样去做这种画蛇添足，还是因为他国内自己政治的关系，因为他必须满足他国内的党派其他的一些杂音，所以不得不去做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我想这种说法，中国大陆绝对不会很满意。那中国大陆如果绝对不会很满意的话，他再兴奋也没有用。我是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很兴奋，因为家里有养宠物的人都知道，你看那个狗狗、猫咪。他如果看到他想吃的那个脚步就会变得很轻快，对。那如果他不想吃的，你看他就走了意兴阑珊的样子，非常明显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人跟狗跟猫也大家都是动物嘛，也都差不多嘛。但是一时的兴奋，并不代表真正能够做到后面他想要达成的成果，这是两回事。那以莫尔茨他这种相对比较趋于保守的性格，我认为有限。到目前为止，德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超过他们过去的女强人的这样的一个很懂得去观察国际局势，而且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判断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目前德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领导人物，所以我判断这一次他去大概虽然是可以缓和双方之间的关系，但是恐怕并不能够达到他自己真正想要达成的成果。那导致德国
他特别去观察语速，这对他来讲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德国其实在欧洲机器人的霸主是他，对啊，更不要说他是百年工艺大国，对，所以对他来讲，他当然很讶异，为什么语速这样一个看起来规模也不是非常大的公司，也没有过去资历也不深，短短10年为什么能够一下飞速进步到这样的程度？他们也要去看。那实际上不止印度有去跟语速买机器人，我们台湾也有。我们台湾现在就有厂买语速机器人回来，也是在做研究，也想看看为什么人家进步这么快，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了。那可是问题来了，就是语速到底为什么能够进步这么快？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10年前那个时候很强的叫 Boston Dynamic， 那时候也是做这种机器狗。当时这个机器狗能够快速跑步就已经不简单了，可是它屁股后面拖了很长一条线，为什么？要给它提供能源呢？你不给提供能源的话，它都没办法动啊。那现在你看，这么小的一个机器狗，这机器狗真的个子不大，对，可是它能够做长时间的这样移动，其实这拜什么？你知道？当然，语速不断的在创新科技有关。中国大陆强大的这个电池的这个系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能够让电池小型化，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这个才是人家进步的跟随，它是整个产业的每个环节都在不断的推进，在进步。那机器人其实有很多重要的公关要去克服，比如说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它现在就在攻克你手臂最后最细腻的动作，包括能够轻轻的拿起杯子啊，做这些。那如果能够攻克呢，当然很厉害。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也正在这一关，在想办法攻关当中。如果连这种最细腻的动作也被它攻关的话，那老实讲，其他国家要追上就不容易。是，将军，这次大陆春晚总共有好几场的机器人表演，但是大家最看的最多的大概就是语速这场武术的表演。除了这场之外，在我们台湾媒体上还可以看到是一个这种老奶奶的最爱那场仿人的一个人的表演其实整个这个春晚表演总共有4家的机器人公司来展出他们的产品来做表演。那这4家公司来讲，听说他们上场一次要参加这个春晚的话，要花1亿的人民币才可以上场。但是他花1亿之后，他后续的商机就无限了。那整个中国大陆其实机器人现在内卷得很凶他们总共听说有150几家制造机器人的公司。那未来可能大概我在想说，应该大概只有10家能够出现吧。所以他们竞争的是非常激烈。在这么激烈竞争之下，当然他要很快的能够求进步。我们看语速，从去年的春晚它只是一个赚手绢的机器人，到今年来讲它可以展示各种翻滚跳跃等等各种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从光1年的进步就这么多，那你很难想象说是再过个明年，再过个1年，他们会进步到什么状况。当然这些机器人你可以当作有很多的用途了那我是军人，当然要看到包括军队里面这个担任第一线冲锋作战，然后这个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尤其是后勤补给，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们一般作战的时候，像一挺机枪来讲的话，射手、副射手，另外还要有4个弹药兵提供弹药，因为每个人身上背的弹药数量是有限的，你顶多你就带个200-300发子弹，已经超过你体能负荷。但如果说是有机器狗可以源源不绝的提供射手、副射手的这种机枪弹来讲的话，它的射击就不会间断。所以后续来讲，我觉得用在军事上面用途当然很多，但除了军事上的用途之外，我觉得一般民间用途它也可以用得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次在春晚表演的奶奶的最爱那场节目，让我就可以感动到很多的这种老人家年纪大以后，是不是就是有个机器人可以在旁边提供他相关的照顾跟照护这个给他吃药吃饭时间到了提醒他，甚至于更精密一点，比如我们讲的豆包那款这个 AI 的模型，它可以陪他聊天，那对于这个老人照顾也是很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认为说，我们不要光拘泥于看军事方面，可能在其他的商机，包括到机器的生产，它可以关灯之下，它都可以继续生产作业。
然后对于这个老人的照顾身体协助登山爬山，所以我觉得后续的这种商机是无限的嘛。那中国大概继这个所谓电动车之后，未来能够发展最重要一个工业大概就是语数机器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总理要去看语数机器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没错，希望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对我们人类的生活可以更增进我们的幸福，这个才是对我们的未来更好。不过我们再来看看中日关系，现在看起来是回不去了。中国大陆封杀了20家防卫日企日本的企业就是防卫相关的一些企业。那日本政府很生气啊，包括你看到日本的内阁官房的副长官，他叫佐藤启，他就说：“我们抗议，而且很遗憾，我们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撤回这个措施。”那很明显的，中国大陆要列管这20家日本的防卫企业。就是限制你或者不让你在这个各种防卫啊相关的军武上面有发展。可是呢，敏感的这个股市啊，立刻应声下跌。我们看到，包括三菱重工、包括川崎重工、包括 IHI 都跌了，这股价大跌。很多日本企业其实也哀声遍野，因为包括你看到第一波是游客暴跌那时候不让这个中国大陆的游客过多的到日本去消费，另外稀土的进口限制，这个双重打击已经让很多日本企业尝到了苦头。他们说眼前是一片漆黑，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而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日本的首相的这个主导之下我们看到包括现在离台湾最近的这个岛屿啊，现在呢已经打算规划，大家都知道新的飞弹部署的一个基地。包括与那国町，包括冲绳这两个地方都要做一个布置。可是中国大陆这样解放军他们也有一些反制的措施，包括现在呢，他们非常罕见的曝光了东风100部队里头可以看到7辆东风100的发射车，还有14这个弹级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很多的这个各种的作战部队集体亮相过去他们可能是秘密进行，现在刻意高调的在媒体曝光，有它的意义，一个组合，一个贺组的这样的一个意味非常的浓厚。那另外，南韩这个国家现在有一点点微妙了，包括你看到日本跟美国现在非常紧密的结合，在经济啦，在这个防卫方面，方方面面都很结合。可是过去美日韩这个3个国家可以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岛链这个合作非常的好。可是现在南韩说，如果要军演的话，可不可以排除日本啊？缩小军演的规模，而且排除日本，所以美国可能某种程度也觉得有点不耐烦。他说：“你们这样临时要改，我很难配合啊。这样好了，我美国、日本自己做，你南韩别来了所以看起来这个所谓的同盟国韩美日的同盟有一点点松动了。我们看到前一阵子不是这个 F-16无预警在中国大陆这个包括在应该是黄海上面有一些对峙韩国的媒体说这个美军的司令已经道歉了因为这个某种程度，这个韩国也很怕得罪中国大陆所以驻韩的美军没有跟南韩确实分享训练内容，导致局势紧张引发李在明政府强烈的关注。所以我们看到国防部长安圭博致电抗议向美军来抗议所以这个布朗森已经道歉，而且在19号提前喊停训练本来是21号才结束，可是他提前2天喊停。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关税风暴也延烧韩美同盟。现在本来谈好的说这个核潜艇的一个后续，现在要延期咯。原本近期访韩讨论核潜艇后续一些协商问题的美国代表团，现在也说暂时不去了，行程延后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微妙的变化。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此消彼长，中国大陆商务部呢释放一个讯息，因为本来中韩之间有一个叫热轧板卷，一个反倾销的一个协议，有一个这个矛盾现在说来达成协议所以这个南韩是不是有一点在转向了呢？悄悄的有变化了。而另外我们来看看伊朗的局势，前一阵子非常紧张，很多人都说美国要打了，要攻打伊朗了。可是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美国的这个航舰呢，不断的在附近这个布置。那伊朗呢，找中国大陆搬救兵吗？我们看到现在报道说，伊朗快要跟中国达成一项协议，要购买它的反舰飞弹
好，如果部署完成，美国海军可能就会有威胁了哦。那白宫官员是这样讲，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就像上一次重拳出击，因为上次他是把他的核设施给摧毁。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军的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就说川普有意啦，他真的很想对伊朗动手，可是美国最高将领其实是泼冷水，他有跟总统说，我们的弹药库快要空了一直不断的消耗，所以呢，华邮就有一篇报道说，美国最高将领力阻就是劝川普不要对伊朗开战，川普驳斥，他说没问题的啊，我们可以轻松取胜啊，川普很想打那以色列的媒体也报道，他们爆料说，美军向以色列部署了11架 F-22战斗机，有可能他要去空袭这个伊朗，作为相关的准备。所以呢，就有媒体在说我们要赶快看看五角大厦它的这个披萨指数有没有上升，因为大家媒体都会看嘛。如果说挑灯夜战，那极有可能要动手了。所以呢，美国的国防部长就说：“哎呀，我不会让你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要动手，我会乱定、乱打，打美乐。”骗你们，扰乱大家。来，老师，我觉得日本当初有一些政客，还有一些智库，还有一个大学的教授，还有包括台湾的有一些比较亲日本的他们当时的预估说如果高市早苗大获全胜尤其是自民党大赢的话，中国大陆就会妥协，会走向实际，因为他必须要跟日本搞好关系当时的推断是这样子那高市早苗大获全胜嘛，赢得2/3的一个席次。结果你看，刚刚休完假，大陆是比我们晚1天开工，一开工2个重拳就过来了，一个是对于日本的20家的军工企业这个上天下海的这20家军工企业马上就禁止这个军民两用的物资供应给日本。第二个呢，对于20家企业因为这20家企业跟他们是比较有关系的，那么保持关注，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把我给你的稀土做成为产品，或者是把我的稀土你转给这个我禁止的20家企业的话，那你们也拿不到，所以你们要写切结书，而且要报告你们所有的用途，他要去核查。那你可以看到，当日本说绝对不容许，然后呢，然后你要怎么样？你不容许，但不容许还是会做他们抗议抗议听到了，但问题就是你敢不敢报复？也就是说，如果日本报复的话，那中国大陆会再加筹码。那你如果再报复再加筹码，那我们就问你日本的筹码多还是大陆的筹码多？好，我们再看一下，当时大陆说对于到日本的旅客开始在减航班，航班先减少，航次再减少，甚至很多航点就直接取消了大概45%，还有可能会继续扩大到50%到60%左右。那当时日本很多右翼的政客就笑台湾也有一些绿营的媒体也在笑说没有任何影响。结果统计资料显示出来了，也就是欧美的旅客填补不了，即使台湾的一些绿媒的或者是绿营的人想办法去填补这些这个中国大陆旅客的这个空间也填不了，因为第一次的资料显示出他们的旅游业同比来说已经萎缩了，而且快速的萎缩。这个萎缩的情况会1整年甚至2年3年这样一直下去。如果大陆的航班越来越减少，然后旅客越来越减少的话，日本的观光业者、服务业者坦白说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挫，这个对日本来讲不会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另外有关于美国，坦白说美国这样做真的是超过了，在春节期间启动的100多架次的战机去韩国跟中国大陆毗邻的防空识别区，这个很明显的是挑衅。中国大陆当然应对2天100多架次，那你想想看，等于是1个小时就飞多少架次，不断的在对峙的过程中，如果万一擦枪走火，中国大陆可以对于这个源头进行打击，那就是对于韩国的军事基地、美军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这个对韩国来说的话，这还开玩笑跟中国之间爆发战争，所以对韩国来讲，他觉得不可接受，就是你美国怎么可以不告诉我你的演训计划呢？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将军帮我们分析。美国跟伊朗现在两边互相在叫嚣。美国说我们派了F-22
这个 F-35哈，那伊朗说我们摆了 CM3.2的这种反舰导弹。其实这个为什么特别讲？这是路透社报道的新闻。那这款导弹真的是号称地表最强的反舰导弹。我跟你讲，它有多强呢？它如果按照中国来讲的话，中国叫做鹰击12。那这款导弹它的这种射程可以到达这个29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说它摆在岸边，我不要往海上摆，我在岸边来讲，你美国军舰你就不敢靠近300公里你不要以为我讲真的还讲假的。那这款导弹它是一种巡弋导弹，也就是说它是贴海飞行的。一般来讲，对舰攻击的导弹，它会先往天上飞，快要接近的时候它才平飞。那或者是说，刚开始平飞，快接近舰的时候，它跳上去往下打。但这款导弹的话，它从头到尾都是平的，离海面只有3到5公尺这么高，所以你雷达很难发现到它，因为它贴近海面很近。那弹头重量可以到达250公斤，这个速度可以到达3马赫，所以对于舰艇甚至于航空母舰的威胁程度是很大的。除此之外，我们看到伊朗还说它有一款导弹叫做这个萨亚德防空导弹，我们看到它在海上面放在海上面一个平台上面，它是防空导弹发射，射程可以它讲是可以150公里。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关键是这2款导弹，伊朗它凭什么可以发展出来？我觉得很明显背后有大国的支持然后防空导弹，像萨尔德这一款，我认为是仿照俄罗斯的 S-300防空导弹，所以代表俄罗斯这个力量已经有进去了。那关于这 CM302的这款对舰导弹到底有没有？我们不敢讲了。中国会不会在这个时候这么敏感的时候将这个武器卖给伊朗？这很难去推测。可是你不管怎么样，会不会之前这个他已经完成一些人员的训练，然后现在只要有武器到，他就可以攻击。所以如果说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来讲，我认为美国要。如果说就军方立场来讲，以我军人来看的话，这场仗我是不愿意打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很明确的战略目标。那你如果打，你达不到你的战略目标，你是失败。可是如果说就川普来讲的话，他为什么坚持要打？因为我认为跟他这一次在关税这个贸易战这方面被这个美国的大法官打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他在这种状况下，在国内失去了威信，失去了威望，他当然希望比照当年的雷根能够在军事上面或者在外交上面有一个大的成就。那当然，伊朗这场就很容易变成他这个挽回这个颓势的一个舞台所以我认为，如果这种状况，如果川普一意孤行来讲的话，这场战在川普他愿意要这样做，很可能发生这个战争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可是这场仗打下来，我认为双方来讲可能达不到他们所谓战略上的一个目标。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这个中国大陆开始扩大对日本的制裁，这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东西。我认为这还是初步，它未来会逐渐扩大打击面。那日本这样的回应说不能容许，那不能容许啊。然后呢？对啊。那实际上日本也有，比如说他有对中国大陆有做很多的相关的出口管制啊。那我觉得。那你就是看你啊，你对中国大陆相关，比如说这些光刻胶这些东西的，你的管制你是不是也要放松？所以重点就是看你要不要谈嘛。所以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它大概会一步一步这样走下去，那就看日本怎么去接招了。那导致美国现在在针对伊朗这个地方，我认为它有点骑虎难下的趋势。川普是真的，我认为他有想打，可是问题打了，然后呢，兵连祸结吗？